邪恶之眼，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回西元前3300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叙利亚人们发现了西元前3300年由美索不达米亚人呢制作的邪恶之眼护身符。那负能量呢，它是会感染整个气场的哦。此外，还有这个英国的古物专家在他1895年出版的著作《邪恶之眼：迷信的起源和实践》当中就有写到啊，所有古代的人啊，都坚定的相信带有嫉妒或生气之心的人，他们的注视看着你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种不好的影响，它会感染整个气场，渗入并且腐蚀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事物。那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时间就要推到了西元前1500年，玻璃相关制品在当时开始出现在地中海的区域啊。那用玻璃制成的邪恶之眼的护身符，也就开始在腓尼基人啊、亚述人啊、希腊人啊、罗马人啊和奥图曼土耳其人之间就受到了欢迎了。所以许多的历史学家他就认为什么？当时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呢，大多都是什么黑目睭啊、黑眼珠啊，因此他们认为呢，拥有蓝眼珠的人特别邪恶。在现在来讲，哇塞，蓝眼珠特别的帅啊，特别的迷人啊！那时空背景不同啊，连欣赏的眼光也会不同，对吧？那特别知道怎么运用邪恶之眼的力量，对不对？利用了充满恶意的注视诅咒他人，于是呢，当地的人相信把护身符做成蓝色的，也许就能产生反制的力量。邪恶之眼威力致命，虽然邪恶之眼这样的说法风靡地中海，但其实西欧凯尔特人和波兰民族间传说中也有提到邪恶之眼哦。OK， 来卡帕多奇亚呢？地下城市赞了！来卡帕多奇亚。哎，卡帕多奇亚。好耶！我们船，5 fish。 잠깐1、2、3、4。 1、2、슈슈 5、6、7、8。 5来18、90。那怎么？佩戴保平安，正因如此呢，这个邪恶之眼护身符通常就会给那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来佩戴，因为他们才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特别容易受到邪恶力量的伤害。此外，家中、工作场所、汽车、公车等处也都能看到保平安的邪恶之眼护身符哇，这很特别吧发现谈到土耳其料理的时候很多人的开心一边捞脆暖一边呢幻想着Turkish 它的食物有多好吃，有多么的入味也有的人呢吃得非常的不习惯，但是不管那么多的啦，来到这边呢，你就一定要吃因为这里是土耳其当然就是要吃土耳其餐哦。土耳其的食物咸的是咸，甜的是甜。那面包跟肉呢，搭个丁而且不喜欢油腻跟这个中式料理刚好相反他们不喜欢呢甜跟咸的混合。以这个台湾也有的沙威玛为例那土耳其呢人来到这个台湾呢，价得拖出来因为台湾的面包很软还很甜里面还放一堆美乃滋土耳其人在吃面包的是纯小麦做的，他们不会做蓬松的面包那你给大部分的台湾人吃到道地的土耳其餐
很多人吃的会吐出来啊，很多人会吓一跳啊，那也要讲更加低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台湾，是这个美食天堂啊？很简单嘛，因为我们把国外的食物引到台湾来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用成了台湾的口味啊，符合台湾人要吃的嘛哈。但是对老外来讲啊，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家乡东西才是最好吃的。讲白一点啊，没有谁对谁错啊，就看你生在哪边，长在哪边，在哪边吃啊。土耳其人他们呢，超爱用调味料，柠檬、橄榄油、优格、盐巴、香料等啊，不可不吃哦。像面包，吃意大利面要配面包，吃饭也要配面包，不然土耳其人会觉得假没怕啊。许多参加土耳其旅行团的朋友啊，都会听讲土耳其每一餐都在吃草啊。这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吃草是指吃生菜沙拉哈。那生菜沙拉呢，就是切成丝的生菜，红萝卜丝、美生菜丝啊、番茄等等蔬菜呢，那加一点红酒醋啦，还有橄榄醋来提味，这就是土耳其人常用的沙拉酱汁，和我们一般常吃的美乃滋沙拉酱汁不同。他们觉得呢，这样吃最健康、最营养，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煮熟的，像是蔬菜类的生吃，反而最健康。那你觉得呢？现在就是在我们用餐餐厅的外面风景。土耳其其实没有沙漠，也没有原生的骆驼啊。土耳其的地理上是没有沙漠的，所以即便在某些观光区，我们有看见骆驼，对吧？也不是土耳其土生土长的本土骆驼，但是这样子的风情配上骆驼，还蛮搭配的。而且很奇妙的是，没有出产骆驼，却有骆驼节。斗骆驼节是土耳其的民族节日哦，也称为骆驼摔跤冠军赛啊。参加搏斗的骆驼呢，是由2个不同品种的骆驼交配繁殖的。冬季啊，是骆驼发情的季节，当地人呢就利用雄性骆驼呢，想要打败其他对手而与雌骆驼交配了。这一个行为倾向带来的这个侵略性和精力啊，就将它们放在一起下杠。斗骆驼节这一天呢，几乎所有土耳其的养驼人都会带着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雄骆驼。那参战的骆驼的名字呢，就写在驼鞍后面的彩布上。人们往往会用民间英雄或是影视明星的名字来命名他们。参赛的骆驼呢，一般为几十头，甚至上百头，分为呢不同量级的。裁判赛前呢，会为骆驼配上与其他相当的这个对手啊，这不仅仅是出于对骆驼本身的安全考量，也为了比赛更加精彩啊！骆驼们的分组就依据他们的过去的获奖情况啊、体重啊、搏斗技能啊和他们的战斗风格，哇，有点像我们的运动彩券啊！比赛总是有人啊在看谁输、谁赢、谁赚钱。现在我们换这个小车子啊。没去德维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到过土耳其的人一定知道啊，一大清早出门搭这种宾士保姆车啊，要去哪里呀？就是要去土耳其最热门的搭热气球。
来土耳其每天都很兴奋哦，而且坐在这种车子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沿路不同的地理景观，尤其到卡帕多奇亚这种特别的地形。你红公主要告别。对了，他的阿美，够巧。位于土耳其中西部安纳托利亚高原卡帕多基亚，拥有了历经100万年形塑的奇幻地貌景观，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像伪牛的所在。热气球的飞行体验被列为卡帕多基亚绝不可错过的行程。西元1985年正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卡帕多基亚，以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形成的奇特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哇！从这个巨大的童话精灵烟囱、凿穴而居的山谷岩洞，还有什么隐藏地底深处的神秘的地下城，卡帕多奇亚处处这样隐藏的这种人文啊、历史啦与自然景观所带来的这种大地之美啊。搭乘热气球的飞行之旅，是欣赏卡帕多奇亚奇特的这种地貌与奇岩怪石的最佳方式。起个大早，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从山谷间这样欣赏哇，阳光缓缓升起，从清晨啦、日出啦，不同的时段，以这种高跟低的落差，也会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卡帕多奇亚的美妙景观。每到旺季的时候啊，一早就可以高达100颗的热气球满布在天空啊。从日出到太阳升起之前，大气气流是比较平稳，飞行时候的安全度是最高的是热气球升空的最佳时间所以大家都是清晨就出发。其实热气球不是坐的，是站的起飞前呢，飞行员会让大家演习降落时的姿势
卡帕多奇亚呢地区呢，位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呢，大约1000多万年前，这里有3座火山，它发生了猛烈的爆发，那喷出来的岩浆和火山灰呢，覆盖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的地表，平均的厚度呢就达到了100到150公尺。那火山运动平息后呢，冷却的岩浆啊和火山灰就形成了质地松软的叫做什么凝灰岩啊。那经过这个时光中河流啊雨水的侵蚀那呢还有什么风化作用啊，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啊，就逐渐的慢慢的将这种石灰岩的地形呢雕琢成什么怪石林立的大小山谷。你不但看得到成片的石头波浪啊，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锥状的石笋和细长的烟囱石啊。由于岩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温度和矿物含量的差异，那石质呢就呈现出什么灰色、白色、红色、黄色、粉红、绿等颜色，奇特的地形添上斑斓色彩，哇，就让卡帕多奇亚看起来呢更加的不真实。你在自身当中啊，有一点像是呢抵达遥远的外星球一样。这座1985年被登录于世界遗产的卡帕多奇亚啊，幅员非常的广大，风景色调宛如这个末日场景啊，很奇幻，也很令人惊叹呢。因此呢，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客来这个卡帕多奇亚这里呢，除了地形呢令人赞叹之外啊，过去的先人也与这一片山壁共同生活，因此呢，山壁上呢，你可以见得到许多的洞穴、崩坑、洞窟啊。卡帕多奇亚地区呢，发现了地下城呢，目前已有36座，许多的城呢，都深入到地下10多层了。你走进了每一个洞窟呢，会发现呢，藏有许多的壁画啊，这些壁画呢，都是呢叙述着许多过去这里的文化与故事。这个和我想起啥回啊？已经去过啊，敦煌莫高窟有没有？山头上啊，一块一块的洞穴啊，有一部分是这个鸽子的巢穴哦，那有一部分呢是过去居民的住所哦。火山熔岩凝固沉积而成的卡帕多奇亚呢，看似草无人烟，其实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山谷石林底下，是另外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你知道西元1世纪到4世纪当时的基督教被罗马政权迫害啊。也许你会认为基督教跟天主教，它不是一样的吗？其实信仰里面不大一样哦。那你会认为有什么好吵的？这就好玩了。兄弟都会吵架，对吧？
不同的政治立场也会吵架啊，夫妻也会吵架。所以啊，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啊。如果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只要别人想法跟你不符合，就很容易起争执。那千百年来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争执。那争执小一点吵架，那争执大一点呢，就打仗了啊。以前下场往往就是被扔进斗兽场，供狮虎保父而后来又有拜占庭帝国，那早期的宗教破坏，而后来阿拉伯人的入侵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逃难到卡帕多契亚，就凿出了数不清的盐窟、教堂与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市，在这个荒芜的地表下，打造出可让他们继续坚定信仰的空间呢。卡帕多奇亚和伊斯坦布尔还有棉堡并列是土耳其最有名、最受欢迎的3个观光景点。卡帕多奇亚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地形那又称为叫做石灰岩地形或是溶石地形闻名近年来，当地的观光业者就利用其独特的地形及气候发展出来的热气球观光让这个卡帕多奇亚名声传遍全球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让卡帕多奇亚的奇特地形此处的房屋旅馆很多就是就地取材利用卡帕多奇亚的奇岩地形新建什么洞穴屋那卡帕多奇亚位于土耳其的中部，冬天很热，夏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土耳其是个面积很大的国家，土耳其的国土面积是台湾的21倍多它的土地幅员辽阔。那城市间呢，移动距离轻轻猜就是5个小时起跳开车或是坐 bus 从 Istanbul 前往那个卡帕多奇亚距离是多久？你知道？757公里最少也要开8个小时
准备要降落啦。你知道吗？到土耳其做完热气球啊，是要喝香槟庆祝的。这个典故呢由来已久啊，相传是最早有法国人趁着热气球来到土耳其啊，为了避免什么土耳其人误以为他们要侵略一下热气球就先打开香槟啊，表示友好啊，这个传统就留到了现在哦。And show time. Okay, wait. 1, 2, 3. Not 3. 5, 6. One, two, three. One more. And one balloon present from us. Balloon coming. 这是一个气球。 Thank you, thank you. He will say his best wishes and then send it.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good landing position. Yeah. Not yet. Thank you. Thank you. Not landing position. Good pilot. Thank you. Cheers. Cheers. 飲勝飲勝。I am crazy. 现在来到的是露天博物馆。卡帕多奇亚的地区呢，火山土壤肥沃当地的居民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为主。这里的岩石的内部质地非常的松软那开凿呢毫不费力但是当岩石的表面接触到空气之后呢，它就会马上氧化，然后呢就变硬了就形成了一种保护当地的居民很早就开始开凿岩洞，作为储藏室和住屋使用，也因此的形成了地上的建筑和岩洞巧妙结合的聚落景观。那考古学家就推测这样子的建筑方式大约从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喽。由于卡帕多奇亚地区呢，偶有这个什么地震发生过分的这个开凿的岩洞，常会发生什么坍方每一次呢震垮居民呢就要重新再开凿，所以呢走在卡帕多奇亚，你在这个地区会发现到到处都有废弃的岩洞露天博物馆呢有许多的洞穴教堂。基督教在发展的初期曾遭到罗马帝国的官方打压，当时已有基督教徒逃避到偏远的卡帕多奇亚的地区，那洞穴教堂及修道院就开始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到了西元7世纪受到这个回教势力与兴起的这个威胁，更多的基督教徒的来到家
所以啊，洞穴教堂就越建越多喽，越建越大啦。那卡帕多奇亚就逐渐成为一处小有名气的基督教中心哦。这些大型的洞穴教堂呢，平面呢大多设计成了十字的形状啊。那天花板呢就采用那个圆拱顶形式的啊。教堂内部呢就布满了圣经故事的宗教壁画哦，包括了耶稣基督生平事迹和使徒画像。那现存比较精致的壁画作品呢，大部分都完成在11到12世纪啊。问题要起来讨翕，所以我带大家起来。由于后来的回教统治时期呢，教义不允许人物肖像画，土耳其境内其他地区的拜占庭基督教的墙壁啊的这个画作啊，常常就会遭到无情的破坏啊。卡帕多奇亚洞穴教堂壁画的完整性啊，因此你知道就显得非常的珍贵啊。看到这里很多的壁画啊，眼睛啊，有时候头啊都被画掉了。因为西元746年到832年间呢，伊斯兰信徒禁止偶像崇拜而遭到了这个破坏啊。那血中壁画人物的头颅啊和这个双眼啊就被挖去啊，直到了这个9世纪呢，才逐渐的怎样啊，慢慢的呢加以这个复原。这里是土耳其的，算是它这个叫什么 Open Air Museum， 就是露天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它当时就是在11世纪左右吧，有在这个天主教一挂他的教徒，他为了害怕呢被这个当时的回教徒迫害，所以呢，他们家所有的壁内底呢，的密里内底开始他们内底的做生活作息、做礼拜，包括在这个墙壁上呢画上很多的耶稣像，所以留下了今天这种全世界最奇观的洞穴教堂，非常特别，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不一样。当时这些教徒为了躲避异教徒的追杀，历来家，这也造成了今天卡帕多奇亚很多的洞穴教堂也很特别的地方。来到这个所在呢，是一定要去看这个洞穴教堂的，所以咱今嘛的头啊来去 ，OK， 走。教练呢，你要在对？我们登顶了。登顶了，这里就是洞穴教堂。
卡帕多奇亚是早期信奉基督教最虔诚的地区之一，因为巨石环绕的地形很隐秘因而成为了基督教逃避破坏的潜心修道之所在这里最高的时候，教堂高达了400座以上哦。